越南未来会代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你认为有可能吗？在越南河内大学，我们遇到了一位在这里留学的中国大哥，跟他聊一聊关于越南的发展，以及越南是否能够代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相关问题，一起来听听他是如何看待这些事情的。您为什么来越南呀？越南这个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潮流吧，也是跟风一样嘛，有一阵风是吹到日本，有一风是吹到美国，有一风是吹到非洲，这阵风吹到了越南，所以我就来这边了。那你来越南是想找老婆吗？没有，我在越南是想赚钱做生意，对，我还要回国的，我要落叶归根。那你是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吗？还是我在中国有自己的生意，主要是做什么呢？我们家是开五金店的。五金店。对，我们家有门面出租啊。现在五金店已经不经营了，但是我们的门面还是出租。那你来越南是想投资什么生意呢？我来越南，这个也有很多种很多的中国人在越南投资各式各样的产业，开厂啊，开酒店啊，开饭馆啊，都有，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电力公司，有电力公司，有能源，有汽车，各方都有。那您想投资哪块呢？我目前还不知道，因为我的越南语学得不是很好，我也不知道哪方面适合我。越南哪方面吸引你？越南哪方面吸引我？一是越南的气候，有人说它不好，太热了，但是它这边又没中国冷，所以一个是气候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物价比较便宜，然后适合生活，因为东南亚国家，全世界人都知道，它这边消费水平不是很高，然后衣食住行都还可以，所以很多的人选择来越南，旅游啊，或者是干嘛的，做生意之类的。按你的计划的话，你打算在越南待多久呢？这个有可能今年夏天吧，夏天就回去了。那你要回去的话，岂不是就没有办法在越南投资生意了吗？越南其实吧，越南它适合那种国企就那种比较大的那种，有那个经济那个比较雄厚的那个人过来，然后在这边建厂投资。对于这种小打小闹的这种人，就是确实不是很稳定。其实中国也是一样。你比如说这富士康人一定赚钱啊，开个自己的小店，开个台湾卤肉饭的，你不一定能赚钱，就是这个原因。你如果是个整体，是个集团，是个团体过来的话 ，OK。但是你个人的话，在这边还是不是特别好，机会不是太好。对，机会不是太好。你觉得越南现在发展的怎么样？很快，越南发展的很好。您觉得现在的河内跟曾经的中国哪个城市比较像？有点像20年前的青岛。怎么讲？不是说话感觉有点像现在的青岛，不是说20年前，是现在的青岛。我感觉现在青岛整个北方来说都发展的不是很好，所以感觉现在我感觉跟北方大城市都持平了，现在还有点超越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比如说青岛来说吧，青岛20年前的话，很多的日本企业、韩国企业在那里驻足，现在他们都撤离了之后呢，青岛的房地产业倒是搞起来了，其他行业没有搞起来，房地产业倒是搞起来了，所以他们的酒店非常贵，去旅游的话都是300、200、300、400，然后本身一个非常漂亮的城市，海边城市一到了夏天全是烧烤全是酒店全是旅游这些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但是越南的话不一样了，越南现在河内的话，它有很多外国游客，然后它有很多的外资在这里开公司，然后北方的那边的很多都撤离了，已经特别是韩国这样的企业已经撤离到越南来了。所以日本、韩国以前在山东、青岛这边建了很多工厂、公司，但是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搬到这边来了。
不要说搬到越南来，他们都是从广东那边移过来的，所以说现在越南河内感觉和青岛，感觉赶上青岛了。虽然青岛可能对方会生气，但是事实也是这样子，因为青岛它有4个区，一个是市南、市北、台东和四方。你像青岛的台东，你像青岛的市北区、四方区，因为我20年前在那里待过，20年后它还是那样子。你很难想象一个卖场前面它长了杂草，20年不变，20多年不变，一个大城市，而且它绵延5公里的商圈之内全是烧烤，全是啤酒，全是海鲜，除了海鲜烧烤，我看不到一点东西。所以一个城市全是一些吃的喝的，卖吃的卖喝的一些药店呢，那这个城市就没有东西，没有产业，了嘛，对呀，没有产业了嘛，全是一些吃的，那我们开饭店呢，没进步了，就是不进步了，已经停滞不前了，全是吃的喝。你一个城市必须要有文化，要饮食也是种文化，但是也要科技啊，你全是一些饮食啊，你人都要进步啊，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啊，你不能老是在吃喝，全部都吃喝，那是不好的一种现象。你要有这种交流啊，没有交流，现在只有这种啤酒啊、海鲜啊那种。你像我们长沙现在虽然很多的这种也很饮食文化但是它多样化呀，还有娱乐还有以前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啊，越吃越开心、天天向上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还有娱乐产业、吃行业、房地产业，我们控制得很好。您看好越南的未来吗？我看好中国，我看好中国，因为我们中国毕竟人口基数在那里嘛。然后如果国家在疫情之后会做出重大的改革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还是会变成那个，还是会提升那个世界强国行列。这是我之前看那个新闻报道，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是中国有一些产业就已经转移到了越南，就是也有人说说是那个越南未来会代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你认为有可能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讲？首先，它的基建设施没有中国发达，它的配套设施没有中国好，然后呢，它的交通没有中国好，虽然它的政策某方面还是比中国要开通一点，比如说可以像 Facebook、Google 这样的社交软件，但是它的一些最基础的涉及到那些运输行业啊、制造行业的那个是没有中国的完善。但是越南也是在发展嘛，它也会慢慢的完善自己的基建，对吧？去完善交通网络，这样为什么不行呢？完善它也要钱呢，国家没有这么多钱。是个好答案。你对越南人是有什么就是直观的这种感受吗？我对越南人其实人是相互的嘛，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如果你对他不好，他就对你好，是这样。越南的人挺好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有这么多的中国人到这边来。你接触的越南人当中，学中文的人多吗？还是可以，是挺多的，因为我们山连山，水连水嘛。我知道有一些地方的中国人就想来越南找老婆，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我从来不关注这样的问题，这个是人的自由。从你的角度来看，你对中国人和越南人通婚这个事情怎么看？很好啊，很好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很多中国的女孩子外嫁嘛，
中国男人去这边的生活也是很好的。况且现在这个中国这个离婚率也偏高，彩礼也偏高，所以这个政府也是允许中国男人到外面发展。是的，因为他如果在那个民政局如果有卡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涉外婚姻了。所以说国家还是鼓励这块。你有考虑过说找一个越南女人当老婆吗？我没有考虑过，我没有考虑过。你还是喜欢中国？我还是要回国的。还没，我要回国的。那毕竟语言不通啊，文化不同，不稳定。从你的角度，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关于越南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的，在这边旅游可以，旅游很好玩。这边的旅游肯定要比日本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去过日本，我觉得日本的话，虽然它城市比较干净，但是呢，它那个人呢，并没有那些电影里面的那些人，看上去那么温柔，看上去那么的亲切。我不是说日本人全不好，可能是一部分，但是如果到越南的话，他们就很热情，毕竟热带嘛，他们很热情。当然了，它的热情也是有价格的。日本的服务价格比较贵，是吗？日本它不是价格问题，它是很多问题，特别是历史政治问题。他对中国人的态度并不是那么的热情，这是我自己亲身体会的。当然了，也有热情的，但是我感觉还不是很普遍。但是越南就不同，越南的热情它表现在自己的这种肢体语言上面，但是肢体这种行为上面，但是日本它的热情呢，你很难琢磨出来，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不知道他喜不喜欢你，不知道他的沉默，他的阿里嘎多是什么意思。OK， 如果你推荐大家到越南来旅游，你会推荐他去什么地方玩？越南，去哪些地方玩呢？感觉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建议是10月份过来，然后因为我只在河内、海防，还有北部就是老街云南那边待过，我建议大家还是抱团来，不要一个人来，因为一个人来的比较危险，你人生地不熟，没有语言的这个优势，然后英文如果你不好的话也不行，到时候你拿个手机的话，也很麻烦。但是这边的人呢很热情，他会帮助你，但是你还是一个人来的话，我建议还是第一次来这边还是抱团过来好一点，或者是找个翻译也找个翻译陪同你来好一点，这样安全一点。对不对？那去哪些地方玩比较好？去哪些地方玩呢？是我们留学生一般都不怎么瞎跑的，我们也不敢瞎跑。一般在河内老城区那边，晚上一般不去的，因为那边老外太多了，那边酒吧很多。老外多有什么影响呢？老外多的话，会有很多的，就是老外多的话，会有很多的美女出没，到时候引起不要变麻烦，最好是白天去，白天吃一下，喝一下咖啡然后晚上去玩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景色了。而且我推荐去海边玩，听说芽庄和岘港不错，不是民政。这个我们在抖音上也有经常看到那些酒吧女过来邀请外国人喝酒消费嘛，就是也赚钱。中国男人到这边呢，旅游可以，不要做过度的停留。我跟这位大哥的聊天中有一点非常认同，那就是来越南的旅游体验确实很棒，不论是超低的物价还是越南人的热情好客，都是值得来一次的。
感谢这位大哥接受我的采访，也希望他留学归来，做生意事事顺利。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视频做得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视频咱们再见，拜拜。